嗨，大家好，又係我 Patrick 同大家講金同銀啦。特朗普關稅延遲至8月1號實施，美國股市處於觀望態度，但黃金白銀正蠢蠢欲動。市場普遍預測聯儲局最遲將喺9月開始減息嘅，但可能不似預期。喺呢個混亂情況，更有分析指黃金、白銀同埋鉑金已經觸頂。咁事不宜遲啦，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金融穿梭。聯儲局6月貨幣政策會議記錄已經出爐。會議記錄顯示，聯儲局對於可能降息嘅時機存在分歧，對關稅引致通脹嘅幅度同埋持續時間都有不同嘅意見。雖然一啲委員成員表示佢哋可能最早喺7月投票支持降息，但其他人表示2025年可能根本係唔會降息嘅。總體而言，會議記錄顯示，聯儲局政策制定者嘅平均反應意味住2025年同埋2026年將聯邦基金利率分別下調25個基點。截至7月12號各項指數嘅印記，美匯指數報97.88，道指報44,371點，標指報6,259點，納指報20,585點，黃金報3,359美元，白銀報38.44美元，鉑金報1,409美元。特朗普宣布對加拿大進口產品徵收35% 關稅，並計劃對大多數嘅其他貿易夥伴徵收15至20個關稅之後黃金大幅上漲，白銀就狂追落後，鉑金就破今年嘅高位。佢哋自年初分別上升28%、33%同埋57%。大家仲記唔記得喺今年早一啲時間金價曾達到3500美元，但最近一直徘徊喺3200至3400美元之間。各大嘅銀行對下一步嘅走勢難以達成一致。花旗集團預測金價將暴跌25%，跌至每盎司2500美元。摩根大通則持相反嘅觀點，佢哋預期金價將升至每盎司4000美元。咁樣你認為邊個係啱嘅呢？咁樣目前嘅黃金價格只係喺度喘息，還是已經觸頂呢？歡迎大家留言俾我，講下你嘅睇法。被特朗普稱為偉大而美麗嘅法案，喺上個禮拜國會以微弱嘅優勢獲得通過啦，並由特朗普簽署成為法律。馬斯克同特朗普嘅爭執始於5月，佢離開政府並公開批評特朗普嘅稅收同埋支出嘅計劃。呢項龐大嘅法律包括巨額支出承諾同埋減稅，預計未來10年將使美國赤字增加3萬多億美元。馬斯克喺佢嘅 X 上發布一項民意調查，詢問用戶美國是否應該成立一個新嘅政黨。馬斯克喺上個禮拜6貼文中引用咗呢項民意調查，佢表示今日美國黨嘅成立係為咗把自由還給你哋，但截至上個禮拜6聯邦選舉委員會尚未發布表明該黨已經正式註冊嘅文件，但市場不滿佢再度涉足呢個政治，拖累旗下嘅電動車公司 Tesla 股價喺禮拜1下跌7%。導致市場損失680億美元。馬斯克重返政壇，引發咗業內資深人士嘅批評。Gilbert Kawasaki 聯合創始人 Walls 同埋 Wedbush Security 嘅 Dan 對馬斯克重返政壇提出咗批評。Dan 表示好簡單，馬斯克深入政治，現在試圖挑戰華盛頓政治建制派。呢個對特斯拉嘅投資者或者股東希望佢喺 Tesla 嘅關鍵時刻所採取嘅方向係完全相反嘅。特朗普喺星期一社交媒體上公開多份信件，宣布對多個國家提高關稅，其中日本、韓國、哈薩克斯坦、
馬來西亞同埋突尼西亞咧為25%，南非同埋波克為30%，印尼為32%，孟加拉同埋塞爾維亞咧為35%，泰國同埋柬埔寨咧為36%，老撾同埋緬甸咧各為40%。股市喺歷史高位咧，投資者浸潤在樂觀情緒當中咧，關稅嘅談判咧就像潑咗一桶冷水啦。白宮方面咧亦表示，特朗普向多國同埋地區發信，通知繳付對等關稅嘅稅率。佢禮拜一簽訂延長8月1號嘅收稅後，翌日咧特朗普喺社交平台發聲明，不會再延長暫緩稅嘅安排。喺8月1號起咧，將會有龐大嘅資金湧入。佢認為咧，已從昨日禮拜一同埋今日禮拜二發出信件中清楚講明㗎啦。Arjun Capital Management 投資組合經理 Drake 表示，關稅越講得多咧，市場就越不高興。高盛首席美國經濟學家 David 認為，聯儲局喺9月降息嘅可能性咧略高於50%。目前該行預測喺呢個9月、10月同埋12月咧，將分別減息0.25厘。聯儲局主席鮑威爾上個禮拜二表示，如果冇特朗普嘅關稅計劃咧，美國央行咧會採取更寬鬆嘅貨幣政策，可能已經開始新嘅減息週期。鮑威爾補充，實際上咧，當局睇到關稅嘅規模嘅時間咧，就暫停咗減息嘅步伐啦。而且由於關稅嘅影響，幾乎所有對美國嘅通脹預測咧都大幅上升。佢承認，即使白宮施加壓力越嚟越大，但聯儲局咧仍繼續維持利率不變嘅模式。至於被問及7月減息是否為時過早時，佢重申將取決於經濟嘅數據。市場對關稅一再延遲，聯儲局面對前景同埋其周圍嘅不確定性，可能導致聯儲局喺降息前咧等待嘅時間比預期更長。咁樣咧，黃金、白銀同埋股市咧都在窄幅上落，因為市場咧都等關稅喺8月1號生效後，同埋聯儲局喺7月議息後咧俾市場嘅新嘅方向。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咧，請你訂閱，請按下鐘仔同埋俾個點讚，呢個代表你對我嘅支持嘅。你俾我個點讚係非常重要嘅，因為 YouTube 咧會根據大家嘅點讚率而推廣我嘅片嘅。我希望大家俾我點讚以作支持，歡迎大家留言，請睇廣告並分享呢集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市場普遍預測聯儲局最遲將會喺9月開始減息嘅，但摩根大通行政總裁戴蒙表示，金融市場低估美國利率上升潛在嘅風險。佢近期咧一直提出美國可能加息嘅關注。佢喺愛爾蘭出席活動時稱，預計聯儲局加息機會咧介乎40%至50%。不過市場現時嘅預期嘅機率咧僅20% 啫。戴蒙指相信加息嘅機會較高，原因咧係物價好可能咧由於關稅嘅增加。美國打擊非法移民導致勞工成本上升，企業嘅虧損，加上聯邦政府財赤惡化及供應鏈重組，都導致通脹惡化嘅。聯儲局咧就需要加息應對啦。佢又認為目前嘅經濟數據咧完全難以解讀，面對關稅嘅威脅，金融市場反應過於平靜。戴蒙嘅睇法同聯儲局主席鮑威爾並不相同。鮑威爾近期重申，喺未能確定美國總統特朗普關稅影響之前咧，當局咧不如進行呢個減息嘅。但鮑威爾未提及一旦通脹升勢超出呢個預期時咧，聯儲局會否加息？喺呢個禮拜7月9號，國際媒體對2025年金磚國家峰會嘅報導，主要集中喺俄羅斯總統普京同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缺席峰會嘅事件上面。佢哋嘅缺席咧，再次引發人們對金磚國家機制凝聚力同埋未來嘅猜測。除咗呢項頭條新聞之外咧，巴西擔任擴大後嘅金磚國家主席期間咧，取得一啲值得注意嘅成果。呢啲成果既反映金磚國家成員國喺尋求共同點方面嘅困難，
亦都反映佢哋咧喺共同利益領域上取得一啲重要進展嘅能力。咁樣峰會係取得咗邊啲成果呢？首先提為加強全球南方合作，實施更具包容性同埋可持續性嘅治理嘅聯合宣言，總結咗會議嘅成果。金磚國家推出咗一項新嘅聯合行動框架。宣言呢還涉及持續不斷嘅衝突，呼籲加薩嘅和平，並譴責最近發生伊朗嘅爆炸事件，以及對俄羅斯民用基礎設施嘅襲擊。該聲明嘅一個重要方面呢，係未提及美國嘅名字。呢個可能反映美國同埋金磚國家集團各個成員之間正在進行貿易關稅削減嘅談判。儘管一些政治嘅言論與此相反，但好多金磚國家成員呢，仍與美國市場呢深度融合嘅。2025年金磚國家峰會可以用避重就輕嚟形容。金磚國家嘅成員呢，對美國出口佔其總出口呢有好大部分，喺好多情況下甚至佔其國內嘅生產總值 GDP 嘅相當一部分。呢個凸顯咗呢一個重要嘅觀點。儘管金磚國家通常被視為西方力量嘅制衡力量，但佢哋咧喺經濟咧仍在關鍵領域與美國緊密相連嘅。咁聽下特朗普講乜啦？特朗普話咧會捍衛美元作為全球主要貨幣嘅地位，並再次警告會對金磚國家成員國徵收額外10% 嘅關稅，以回應該組織試圖動搖美元嘅地位。特朗普喺禮拜二8號主持內閣會議時指，金磚國家旨在傷害美國，貶低美元嘅地位及取代美元作為結算嘅貨幣。佢話咧，對佢嚟講咧，金磚國家咧唔係一個重大嘅威脅嚟嘅，但佢哋正式試圖摧毀呢個美元，好讓其他國家接手並制定新標準。不過我哋係唔會喪失美元嘅標準嘅。佢批評，如果有人意圖咁樣挑戰嘅話咧，將要付出巨大嘅代價。佢哋要玩呢個遊戲咧係冇問題嘅，但我都可以玩遊戲嘅。因此，所有金磚國家成員咧都要繳付額外1成嘅費用。對於金磚成員國，包括中國在內，特朗普咧未有交代會否同樣額外徵收10% 關稅。另一金磚國家成員國巴西總統盧拉回應特朗普言論時表示，金磚國家成員咧都係主權嘅國家，唔容許外來嘅干預，亦不會接受特朗普指會對成員國加徵關稅嘅言論。隨住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緩和，以及美國同各國就延長關稅限期至2025年8月1號，咁樣達成貿易協議嘅樂觀情緒升溫。金價可能繼續區間嘅波動。專家表示，未來幾日白銀可能成為比黃金更受青睞嘅選擇。另一方面，同黃金相比，白銀可能係下個月首選嘅投資對象，因為白銀支持嘅 ETF 目前處於2022年中期以嚟咧最高嘅水平。過去8個禮拜淨流入創下咗近5年嚟最長嘅漲幅。白銀禮拜三早上交易於36.6美元附近，但仍維持喺窄幅盤整區間內。由於市場正評估特朗普最新關稅威脅嘅潛在影響，白銀價格咧一直徘徊喺13年嘅高點附近。從技術方面嚟睇咧，過去4個禮拜，白銀價格咧一直喺35.5至37.3美元之間橫盤整理，反映出交易員咧喺6月初強勁反彈後採取嘅觀望態度。現貨價格繼續喺20日嘅移動平均線上方交易，該線咧亦都係布林通道嘅中線，圖中橙色嘅線就係啦。目前位於36.42美元左右。該水平構成直接嘅支撐位，並成功維持咗上升嘅趨勢添。布林通道開始收窄，顯示波動性下降，未來可能會突破嘅。然而，由於缺乏明確嘅方向性觸發，白銀可能會維持呢種觀望嘅狀態。如果每一日收盤持續高於37.3美元，將確定睇升嘅突破啦，並可能喺短期內達到38至39美元。大家不要忽略一點，白銀從37美元至48美元之間幾乎係冇任何嘅阻力嘅。
世界黃金協會分析師表示，即使近期咧冇發生危機，金價咧也將受益於美國赤字飆升同埋財政不穩定性加劇。隨着大而美法案通過咧，美國將在未來嘅10年面臨額外嘅3.4萬億元嘅債務，以及5萬億元嘅債務上限，除非特朗普政府咧能夠實現其高昂嘅增長預期，再加上馬斯克發起呢個美國黨對以及政治氛圍濃厚嘅背景，財政同埋政治嘅風險咧都在不斷咁累積。分析師表示，呢啲嘅不確定性咧已經引發全球資本重新配置啦，因為美元走弱推高咗金價同埋美國國債殖利率。佢哋更指，隨着財政壓力加劇，債券市場嘅波動性可能會持續落去，最終支撐黃金作為避險資產嘅需求。喺財政擔憂加劇、投資者風險嘅動盪世界中咧，黃金好可能仍將是投資者頗具吸引力嘅避風港。利率上升通常被視為金價面臨重大嘅阻力。然而，自2022年以嚟呢種負相關性再次被其他因素抵消。佢哋指出，隨着實際利率上升，目前高於2%，金價也普遍上漲。呢一次嘅支撐因素係投資者尋求規避各種嘅風險，以及央行嘅購買行為。世界黃金協會強調，佢哋唔認為美國爆發全面財政危機係迫在眉睫嘅威脅。呢種危機只係需要一個短期觸發嘅因素，例如債務上限計算錯誤導致技術性違約，一來加劇現有長期不穩定嘅趨勢。佢哋話更可能嘅結果係隨着政治目標同埋債券市場預期發生衝突，一系列持續不斷嘅小型危機接踵而至。事實上，喺財政可持續性問題上人們嘅認知同呢個政策同樣重要嘅。世界黃金協會嘅總結，利率環境同埋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無疑喺呢個推動金價方面發揮着重要嘅作用，但佢哋並非係唯一嘅因素。財政方面嘅擔憂亦都起到一定嘅作用。另外，高盛外匯策略團隊分析師 Karen 同埋歷斯喺最新報告中表示，有理由相信目前嘅形勢下美元好可能再次被視為一種風險更高嘅貨幣，主要係由於貿易嘅關係同埋聯儲局獨立性等各方面都存在高度不確定性所致。一般而言，美國股市同埋美匯指數呈反比嘅關係嘅。但隨着今年拋售美國資產交易盛行，美國股票、債券同埋美元喺月前同時遭到拋售。高盛將美元同埋股市關係嘅突然轉變描述為2025年最引人注目嘅發展之一。我估計喺2025年下半年美元繼續貶值嘅，滯脹風險為50%，而滯脹引致股災，股災引致經濟衰退，經濟衰退引致滯脹。以上危機疊加情況之下我相信股災將會喺2025年下半年發生嘅。當股災發生初期我預計黃金白銀將跟隨股市先下跌，但黃金白銀下跌只係短暫嘅，然後黃金會進入大牛市，黃金會升至4000美元，白銀亦會升至100美元。不過最後都係我嗰句，變幻才是永恆，咁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歡迎大家加入我嘅 Patreon 成為會員，我只會喺 Patreon 解答會員嘅投資問題。喺每一個視頻都設置有聲音版同埋冇廣告版。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請你訂閱，因為你嘅訂閱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請按下鐘仔給我點讚，歡迎大家留言。
每一個留言呢，我都會好仔細咁睇嘅。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呢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下次再見，拜拜。